大家好，今天呢推荐一部比较小众的网络科幻小说吧，应该这么说。那首先呢，快速说一下我的个人阅历学龄前小学还没认字儿之前，其实呢就已经开始广泛的看各种各样的画报，那么甚至于开始猜字儿书，就是含插图的书，比如说《吹牛大王历险记》。有的时候呢，不认字儿，但是呢可以根据那个插图把前后的故事呢串联起来就是临时创作啊。在校期间呢，其实主要娱乐方式呢还就是看书，其他的基本上也都玩不起比如说那时候流行的电子就是街机电玩等等都玩不起小学的时候呢，以科学幻想为主，把我们那会儿504场吧504场那叫职工俱乐部职工俱乐部里头图书馆相关的科幻小说全部看完了。中学呢随大流跟大家一块儿刷武侠，那么到了初一左右的时候呢，那会儿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突然这个引入了大量优秀的日本漫画，开始刷漫画。大学的时候呢，那也是随大流，你有的时候相关课程那或者选修课要看名著，那么又要怎么来着？要跟女同学聊天，那要开始研究言情，把什么四大花旦、四小花旦都看过了，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工作之后呢，那已经有了手机，后来有了手机，那么基于阅读应用，那就开始刷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到后来呢，阅读速度已经可以都习惯达到每周100万字以上那么每天1到2个小时就可以每周100万字左右的无论资料图书什么能看完，就是无论实体的还是电子的。那基本上起点到现在为止1000万字以上的作品基本都看过了但除了少数女频的没看，其他都看过了，是这样。但是在这种阅读，就是这种长期，应该说是就是每周100万字，这大概有持续了，我看从05年开始到现在，那有17年了，差不多那这么大的阅读量下来之后呢，还是有触动，就是很少的看得多了之后呢，它各种各样的流派其实都有了体会，那么就发现无论哪些流派，它流派的开宗立派人是最厉害的，后面跟风的很少能够超过，也就是说能够写出独立风格的太难太少了。那么就是想不时想回去再看一遍的，那么就更加少了，更加少了所以呢，准备把这一类看了这么多小说，就是还是愿意重新回头看的这一些呢，给大家逐一推荐一下看看是不是吻合你的口味。那《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个想推的，它其实应该算个这个在印刷品当中算长篇，但是在这个网络小说当中应该算短篇它是04年叫 Waterfall 就是瀑布吧这一位网络作者发布的，一共呢才77章，就算烂尾了。它比较特殊的是啥呢？是很少见的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就是以第一人称写的网络小说，在这个起点上很少，占的比例1%都不到吧，我感觉。那么，但是他跟我写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是共同的选择，都选了第一人称所以首先比较亲切。其次呢，他让我一直反复不可忘怀的，就是一个小人物，他说的是一个小人物突然能飞了之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里头有关这个享受孤独的情节的描述因为他基本上77章，前面50章都是说这个人也是个码农，突然之间能飞了，然后呢想尽一切办法躲开各种各样的这个监管开始全世界不由自主的这个叫探险以及提升自己的飞行能力。但是他这飞行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呢还没有揭晓就烂尾了。但当中呢，它有关在我们东北在这个挪威在好像我记得还有非洲吗？有非洲吗？好像没有非洲就是在各种各样的野外巴西也去过，对，在各种各样的野外，它这个低空、中空的高空飞行的时候，那个描写非常有点那个宫崎骏天空之城的那种感觉。但可惜了之后呢，他后来是为了追求所谓流量听从了
读者的劝说，加入了很多什么探险啊，什么这个黑帮啊，还有这个美女的这个因素，反而把它这个最独特的这个特质呢给冲淡了。但是前面1/3到2/3左右的时候看的还是非常有触动啊。那么另外呢，这篇小说让我不由自主会想起王朔1992年他在这4本一套的那个王朔文集里头，这个吃人一篇短篇小说，也真的短篇3万字好像都不到不到5万字它一共才几章我记得是，就是当时我很有意思的是啥呢？这个王朔文集呢也是借来读的因为那会儿呢他借1天要5毛钱比较贵，那么我就是连夜这个4本看完，基本上看了个通宵，从9点钟借到书，看到早上4点钟看完2本第二天呢还是一样，就2天就看完了但是看完后来再去看才发觉不对，我看的实际上是盗版，这是文华出版社的，就人家伪装文华出版社出的盗版，里头好多错别字，但是是头一次把王朔的基本上主要的作品都看过了。那当然，比如说我是你爸爸等等这个非常著名的不用说，但是吃人这篇小说一直在我忘怀不了，所以到了04年看了这个《飞越地平线》之后呢，立刻回想起来了。为啥呢？这篇短篇他说的是主要就是3个人物，一个司马林他说他可以发功把脑电波发射出去，使人变美那么后来呢被出了事儿被人抓住送精神病院了。那么他发功去变美的那个女同事叫阮玲她呢其实后来是估计是真的是身体上是有感应，然后司马林走了之后就消失了之后，他呢开始学会了气功，他的目的呢是要叫完全控制身体。什么叫完全控制身体就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控制的姿态肌肉骨骼神经他想把我们连新陈代谢都给控制了那么他后来呢在描写里头是真的做到了，但呢做到的一瞬间他就僵住了，因为这个以往他人身体绝大部分的这个机能，包括呼吸心脏包括一些这个废气废水的这个处理排污处理，全都是自动处理的。那现在全部要由大脑去下指令，也就是说，他通过气功，这个叫体察入微内视的方式，把身体所有机能都理解，可以接管了之后，那么 CPU 就陷入到了无穷无尽的这种日常事务性处理的指令处理当中，人就在拼死挣扎，到最后呢，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她坚持了大概半个月左右因为她是女性到了月经的时候，这一下子身体感染来不及处理，这住院了住院之后才发现其实已经精神错乱了最后这个司马聪呢，是他们几个的同事观察或者旁观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晚上呢，他也觉悟了跟那个飞越地平线一模一样，突然能飞了。他以为他在做梦，但是他从窗口跳下去之后呢，是被城市里头的这个热空气拖着飞向飘飞他一直暗暗追求的那个女朋友那里去了。他最后这一段，他飘飞这一段一共就是3页纸的样子，但是写的非常非常这个逼真当然他这个王朔的比例就不用说了，跟现在普通不说现在普通的现在大神级的这个网络小说作家也一个都比不过王朔，这是不用说。但是这篇小说也是一样他呢论述的其实是气功和人心混合起来之后，到底是人心为上还是气功为上？气功只是一个背景。这种时候，OK， 他说的这种叫吃人，对，他就是无论是因嗔因爱各种各样就是因素之后呢，沉浸到进去开始发痴发癫的那种状态，非常非常逼真，也是触动人心。但这里头有关飞的这一段让我就是记忆犹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刻在脑子里头。后来想一想，飞行有可能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底层梦境为什么就是所有人，所有民族，他都有过这个飞行，就是可以飞行的这种动物或者传说的生物作为图腾那么图腾的目的不说其他，但是找到这种生物，或者甚至创造出这种飞行的生物，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有这种案例，要么是现有的，要么是创造出来的。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飞呢？既然其他生物能飞，而且按照现在或者是一些玄幻小说里头说的，那么我们作为叫进化最彻底或者最迟完成进化的物种，其实我们的基因当中包含了我们整个进化树上所有生物分支的所有能力，都在我们基因当中，只不过被压制了或者折叠掉了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个证据就是啥呢？就是我们其实太空实验里头发射过很多动物生物都发射上去过啊。那么生物里头呢，大多数稍微时间长期一点儿，在失重状态下，它其实就很难生活，会触发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人很好的适应到，几乎就是说对他的这个就是人上去啊，在这个失重的这个宇航飞啊，这个叫太空站里头啊，生存1年、2年、3年，结果到地面下来没什么事儿，适应一下就 OK 了。那这说明啥呢？很有可能我们真的是人类是传说的是那个外星种族专门制造出来的啊，用于宇航战争的这个兵器啊生物啊，兵器生物。你想我们对吧？学习能力这么强啊，这个繁殖能力又这么强啊，而且是啥呢？这个好战啊，还等等等等啊，就是那么所有这一些呢，都指向一个反自然的一种现象啊，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为了设计可以进行控制飞行，那比如说现在好像说翼装，对吧？那个就是 OK，就是那种动力散或者说无动力散翼之后，干脆直接是在这个人的这个叫胳膊和这个叫腿之间啊，有这么一个衣料给撑起来，这叫飞行翼装啊，它就直接可以飞了。啊，是更惊险的什么天门峡或者哪儿的一个山洞啊，就是一个自然的洞，那个最宽的地方才30几米，人家就能够以每小时200公里的这个速度穿过去，穿的这个叫飞行伞翼啊，很多这极限运动员吧啊，很多都能做到这点。那 OK，这个就说明人天生他的前世当中是能飞行的，是能飞行的。好吧啊，这些就不展开说了。但总之，这种中古或者说上古啊，上古在中国互联网早期啊，这流行的小说从哪可以看啊？这个承诺吧，订阅超过100，那个我就公开我的收集啊。当然，如果你急的话，可以向这里发邮件，向我这个咨询。OK，好，那今天先说到这儿。这个呢，也是一个在线幻灯，在这个地址可以随时 review 啊。这是今天临时起意录的。那么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啊，大妈的多重宇宙，从书开始说起，那么也说各种各样的调试啊，而且是关于人生的调试。当然，那么所有的就是绕不开这个科幻啊。那么所有想分享的东西都是以5年以上不会过期来去挑选的。OK，好，今天先到这儿，好，拜拜。